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话题，一个我种植失败的案例。我估计这种话题可能会很少有人愿意谈起，毕竟显得不专业。但是像种植这种事呢，也不可能每个人每一次都是成功的。不光是我们这种个人，像是很多农场，还有专门做这种大的农业的，他们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失败的经验的。我想看视频的每一个朋友，你们可能也会经历过很多次的种植失败吧。当然，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说，失败呢，也不是什么特别丢人的事儿，也不是不可以拿来讨论的。这些反而能够促使我们有更多的思考，想一想我们种植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分享失败之前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认为成功的地方嘛。大家看，现在我这一片金黄的地方，这些是黑麦，都已经成熟了。然后右边的这些倒下的呢，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有黑麦呀、豆类呀，还有羽衣甘蓝，各种各样的覆盖作物。这些我之所以认为是成功的呢，是因为它们已经达到了我种植的目的了。像左边的这些黑麦，我可以用它来割下来喂鸡，剩下的麦秆可以铺在地上作为地表的覆盖。右边的这些已经倒下的覆盖作物呢，它已经达到了覆盖的目的了。这也是我当时种植它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嘛，就是可以覆盖到土地，可以帮我们防治杂草，可以给土地保湿。其实只要想清楚了自己种植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种植的结果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了，那就算是成功了。看看我今年种植的这些果树，这棵是桃树，长得还是相当不错的。远处的那棵是李子树，长得也是非常好。这些覆盖作物其实它们一个非常主要的作用就是辅助我这些小果树的生长。看看把它们铺倒之后覆盖在土地上，周围基本上就没有杂草生长了，而且可以给这些小树苗的根部周围保护起来，保湿。来看看我失败的地方吧，就是这一片地了，这片果树的周围。现在看看这些绿色的都是杂草。其实如果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我在4月底的时候在这一片是种了好多的鲜食毛豆的。按理说现在长出来的应该是郁郁葱葱绿色的一片一片的毛豆，能把这些杂草覆盖住。可是现在的结果呢，是全都被杂草给占领了。当然中间有一些是玉米，看看这些是去年野生的玉米。如果我仔细的找一找呢，在这些杂草长得比较少的地方，看看还能看到这些长得特别矮已经被咬秃了的毛豆。看这边还有一些这种毛豆，小紫色的花儿都已经开出来了。其实这些都是被兔子给我啃的。当初这一片种了好多的毛豆，出苗也长出了很多，但是刚长出2、3片针叶就被兔子给我咬秃了。然后等到后来它缓过来之后，再继续生长呢，那兔子又给我咬秃了一波。就这样一批一批的毛豆几乎没长起来，野草都长出来了。我呢是因为这些毛豆呢，觉得被兔子咬成这样，可能后边也没有什么好的收获了，就没再管这片地，也没给它做一些中耕除草的工作，基本上就放弃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长出了好多的杂草啊！你看这些杂草高的都已经快超过我这些小的梨树了，所以必须得给它们处理了。我再找一找，看看还能不能找到更大的毛豆吧。找了一圈，在这一片地上都没找到太大的毛豆。像这种呢，看起来可能就是这里边长得算比较不错的了，也是被兔子咬了好几个回合。你看这一颗，能明显看到它的尖儿都被咬掉了。现在长出了这2个侧枝，是后来又从边上重新滋生出来的，特别的弱，但是已经开花了。再从这个角度看远处的那棵李子树，其实已经很大了。但是如果对比这一批杂草的话，看着杂草已经长到树腰的位置了，再不处理的话，就已经超过那棵李子树了。杂草的生长能力啊，实在是太强了。而且像这种恶草都已经要开花，然后要打种子了，我肯定得在它们开花结种子之前把它们完全处理掉。跟它形成截然对比的就是右手边这种满了覆盖作物的地方，看看现在还有一些覆盖作物的小花。这边呢，这些冬豌豆还有其他的东西都已经黄了，也按照预期把地表给覆盖住了。
它们在的地方呢就没有什么杂草，而且后边这些种子掉到地里呢，下几场雨可能还会再长出新的小苗来，就能生生不息，一直变成这种好的作物，在我的这土地里繁殖下去了。其实本来毛豆我种植，一方面是为了鲜食，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它们留一些豆子撒到地里边，那这片就能长出更多的野生的毛豆了。那也和我种覆盖作物的某些目的达成一致了。很可惜呀，这种毛豆呢是兔子最喜欢的食物之一了。你其他的覆盖作物都可以照常生长，但是毛豆绝对逃不出兔子的嘴的。这种杂草还有毛豆呢，就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如果当初没有兔子，这毛豆占了优势，那这些杂草就完全长不出来了。但是兔子都给吃了之后呢，这些杂草占了优势，那我们的毛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我在这儿终于找到了一颗个头更大一些的毛豆，看看就是这一颗，周围也是长满了杂草，但是这一颗还是在杂草中间长得稍微的高了一些。不过看看这些地方，我感觉是花儿还有豆荚什么的，也是被兔子又给重新吃掉了，这应该也没有什么希望了。杂草再给它揪一揪。看旁边还长出了这种姑娘果，这姑娘果也是以前种过一次，后来就是生生不息，每年都会长出来。看这个小果子已经长出来了。想想这些玉米呢，长得还挺多，还不错的，全给割了的话也是有点可惜。不过留着它们呢就是碍事儿，这一片如果我要留这些的话，那就一直也没有办法用割草机过来，那些野草也就没法好好处理掉了。远处的这些玉米也是，干脆就全都不要了，把这一片给它弄得干干净净的。后边我再想想怎么样重新规划利用一下这些土地吧。也许今年就不再种什么了，就重点种这些果树了，把这些草清理掉呢。那后边我每次过来割草的时候，就可以顺便把果树周围的草也都给处理干净了。就不至于让这些野草再跟这些果树争夺营养、争夺阳光了。尤其是对那些小的果树，今年新栽的果树，周围野草太多的话，还是能严重影响它们的生长的。或者呢，我再考虑考虑，是不是种一点兔子不太喜欢的覆盖作物，长得又不太高的那种，这样还是有东西能覆盖住地表，能够保护土壤，然后也能吸引更多的益虫过来。看今年春天种的这些裸根的梨树，我感觉长得还是不错的，算是成活下来了吧。经过今年的一年，到明年的话，应该是能够彻底的扎根长稳了。这边是另外的一棵梨树，这棵梨树呢，看看它下边的野草也是长出了不少。这种呢，我还是割草机割完之后，还是要用锄头把根部的地方再稍微给它除一除，不能让这些野草跟这些树形成竞争。对了，有朋友可能会问，这些兔子破坏力这么强，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兔子防住呢？这也确实是一个好的问题，我也是想防住这些兔子呀。可是大家看一看的话，我这一片的院子实在是有点太大了，这兔子呢是防不胜防。如果要是多花点精力，在我这网的地方下边再加上那种比较密的孔，把土地也盖上一部分，那这样的话，兔子可能也是能防住。不过那还是要花挺多功夫的。我今年春天是抽出功夫，把这一片有果树的地又重新用笼子、用那种铁网加高加固了一下，现在是能防住鹿了。但是兔子呢，还没来得及处理它们。看这边这些就是今年春天新装的用来防鹿的网，这些网呢下边的部分，看看这种孔还是挺大的，所以那些小兔子还是有机会能钻进来的。但是鹿呢是基本上是进不来的，所以这些果树今年是没有遭受到任何的鹿害了。不过兔子的危害又凸显出来了。兔子好的地方呢，是它对这些果树吧是没什么破坏力的，但是对于刚才说的那些毛豆，尤其是它们特别喜欢的这些品种，那这种危害还是相当的严重的。要彻底的防住鹿呢，就得在这些网的外边，像这种大眼的网外边再加上那种鸡笼的小细网，然后折大概有1英尺吧，到外边的土上边，用钉子给它钉上，上边呢再折到这个地方吧，大概这种高度差不多了，
也是用那种密的网给它遮起来，这样的话兔子就没有能力进来了，它钻不了那种小细网，而且它想打洞的话呢，在外边打洞，那些网因为铺在土上了，所以它们也是没有机会能打得穿这些土地的。不过做这些事情呢，那还是都是要花功夫的呀。今年是没有时间处理了，看看冬天的时候，或者是明年春天的时候，能不能有时间和有机会把这么大的一圈的网都给它用那种方式处理，都给它围好吧。或者说我就干脆不种毛豆这些了，种点其他的作物，兔子没有那么喜欢的，那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看这小苹果树啊，上面还是挂了不少的果子，但是今年又是感染了火疫病。这些小树啊，真是太容易感染火疫病了。看上边本来是挺高的枝条，因为火疫病的影响呢，都给它剪掉了。下边这些，看看这些又枯了，还是火疫病的结果。这种得了之后呢，你用有机的方式基本上是没法处理的，即便是用化学的药也是不好治的。这棵脆甜苹果树呢，稍微的好一点，也是得了火疫病之后，后边把得病的病枝给剪掉之后，又喷了点硫，还有其他的东西来防治。后来呢，慢慢的就恢复了，现在还是没有发现火疫病回来的痕迹，所以这一棵呢，今年应该能有点收获吧。看看上边的小苹果，还是长了一些不错的，像这种个头已经不小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些，看看也是有大的有小的。我还没有蔬果，有一些长得不太好的，后边可能我就给它剪掉了。今年这边的这棵柿子树也是长大了不少，之前还是挂了不少的柿子的，后来都慢慢掉了，因为柿子树本身掉果就是特别厉害的。现在树上还剩了一些，看看这些果实最后能不能长成吧。以前我是觉得把菜园发展成果园，种果树呢要比种这些蔬菜什么的要容易好多，轻松好多。但实际上的体验呢，也不是那样，并不是像想象的那样容易。这种果树呀，有各种各样的病虫害，然后还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剪枝、修理、浇水、施肥，也还是挺多的工作。有的时候这些虫害严重了呢，可能导致你颗粒无收，或者像刚才说的这种火疫病的情况，那基本上你要是不好好处理的话，那整个这棵树都有可能死掉，真是不容易的。而且像我这种发展生态果园、发展食物森林的思路，那就是要在家里边种各种各样的作物，果树也是要种各种各样的品种的。这就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可能有些品种的它不适合这块的气候和环境，那些种起来就更难一些。比较典型的就是像无花果呀、石榴啊，还有某些柿子品种。它可能耐寒能力没那么强，最后冬天的时候你要花好大的力气给它保温保暖。还有一些品类，像是山楂呀，还有杏树啊，那它真菌感染的几率就特别大，而且感染之后呢，特别的严重，你就很难有很好的一个收获了。还有像杏树这种，它开花太早了，而这边的气候呢，早春的时候。天气一暖，它一开花，然后后边又会有持续的低温，后边还会有倒春寒，这些花呀，或者是结的小果子呀，那就都被冻死掉了。最后你辛辛苦苦种完之后呢，可能也结不了什么杏。赶上某一年，也许天气好的时候能剩下一些杏，那就已经是相当的不错了。我其实也问过一些种杏的农场，他们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杏树呢，要想让它收获杏子，那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有时候看天气也靠运气了。像苹果树啊，还有梨树啊，那让它们结果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得有机会能长大，因为这种火疫病实在是太严重了，可能最后没机会让它最终长大，那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了。本来想聊的一个主题是种植鲜食毛豆失败了，但是聊着聊着突然又说到果树的问题了。其实这些东西呢，还是有办法、有几率能够防住的，就看能不能花那么多的功夫了。还想表达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有时候即使你花了金钱、花了精力和时间，那也不一定能达到你想要达到的效果。怎么说呢？算是7分靠打拼，3分天注定吧。有的时候
也看天气啊，还有运气的好坏了。有人说搞农业、搞种植，好多时候是要靠天吃饭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你要是风调雨顺，气候呀、虫害呀、病害呀都少的地方，那你可能很轻松的就能种出很好的成果来。如果要是特别严重的那些地方，天气也不好啊，虫害也多啊，那你要花好多的精力，花很多的成本，最后也不一定能达到特别好的效果。所以很可能我种的这些果树，最后我也可能会优选一些，淘汰一些，最终达到因地制宜的效果吧。看看这地方最适合的是哪些品类的果树。如果是太难种植或是太难打理的果树，那慢慢的就给它淘汰掉吧，也不跟它较真儿较劲儿了。有那么多好的品种，或者是更适合的品种可以选择呢，我们就随遇而安，随缘吧。行了，我要准备开始开动了。等会儿割草机过来转几圈之后呢，这一片就化为平地了，什么都没有了。鲜食毛豆的成本还是挺高的，我当初是买了5磅，一共花了大概有100块钱。当时是和朋友一起合买的，自己留了一半，也就是2.5磅。4月底那次种植的时候，我大概是种了有1磅多，不到2磅的鲜食毛豆。现在颗粒无收，全都没有了。心里边还是有点心疼的，这可恶的兔子呀！不过有的时候转过头来想一想呢，这一切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今年算一算，已经是我种植的第10年了。我说的种植是刨去那些小打小闹的时候，正式开始这种大规模的种植，也就是以前啊阳台种植啊，还有那种小规模的盆栽种植啊，都是不算在里边的。我就发现，经历了这10年大规模的种植之后，各种各样的成功啊、失败呀，都已经经历过不止一遍了，那是一遍又一遍呀。所以到头来觉得一切其实都是没那么重要的，好多时候就是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的去运行，尽量少的干预，只做必要的事情。其实有时候觉得也就是老子所谓的无为而治吧，我感觉在菜园还有田园生活里边也是挺适合的。很多时候不去计较那么多，也不去干扰那么多，就按照这些食物本来自然生长的规律，让它们尽可能的自然生长。我们只提供必要的帮助，让它们自然的发展成一个有机整体，能够自我循环、自我成长、自我辅助、自我运行，最终达成一个食物森林的结果。其实有时候仔细想想，这食物森林和老子的无为而治又是天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这些规律还有道理都是自然运转的法则，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看着好像是有点消极，但很可能是自己家庭种植、自己田园生活最好的、最合适的方法。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看待这些思想，还有种植活动以及种植结果呢？欢迎在视频的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这边的蓝莓这2天没摘，又红了不少，感觉上边又有相当多的一部分被鸟给吃掉了。等会儿还得花点时间过来把它们都采收掉，不然就浪费了。菜园里边的这些早种熟的蓝莓收获已经进入到尾声了，蓝莓没了之后就看黑莓的表现了。看现在打的基础还是不错的，硕果累累的。下一步就等它们进一步的膨大，还有变红变紫了。5月份的时候种的玉米现在也已经长起来了。玉米其实在小苗的时候也是挺受兔子喜欢的，兔子也会给吃掉一部分。不过比毛豆还是要好很多了，只要它稍微的长大一点，口感就不好了，兔子就不吃了。所以我们的策略是可以稍微的多种一点，这样的话就有足够多的玉米苗可以长起来了。这边还有更多的玉米，最近几周啊一直是大旱，所以这些玉米苗长得也不是特别快。等到下几场雨之后呢，一下子就能发力生长起来了。我要在下次下雨前给它们做一次施肥的工作。这样的话，后边就等着它们长大长高，然后结玉米穗了。旁边种的这些蚕豆覆盖作物也已经都开始变黄了，豆子被我们采摘下来了，收获不少。下一步我也是一样，用割草机把它们打碎打掉，连同里面长出来这些野草就全都给它移成平地了。下一步想一想，旁边是不是再种一批的秋玉米，或者是种点毛豆，其他的东西。现在这日本甲壳虫又来了，又该开始破坏我菜园里边的果树还有蔬菜了。看看这东西没有天敌，如果它们泛滥起来，真是头疼。
其实当初我们发现，在种果树的那片果园，我们种的毛豆都被兔子给吃掉之后呢，我们就意识到那片可能会颗粒无收。后来就在这大菜园里边又种了一些，看看这些呢，有一部分是成长起来了。看这些个头已经长得不错了，但是我发现呢，像这种地方的嫩叶还是被兔子给咬掉了。再找找看看这些总体来看呢，长得肯定比外边好多了。不过仔细瞧瞧，看这都是兔子给啃过无数次的结果。只不过呢，比外边的好处是外边都看不见了，这里面还能看见一些毛豆的影子。我其实不是特别清楚为什么这一片的毛豆可以稍微的幸存下来一部分。其实在它旁边不远的地方，看这里也是种了好多的毛豆的，看基本上都被咬秃了。最终的结果，它的宿命就是这个样子。像我们这种菜园，这里边真的是被保护的还挺严实的，因为外边都是围了网，围了防鹿的网，然后下层呢也围了我之前说的那种很小孔的鸡笼网，都埋到地里了。兔子是从那些网的地方是过不来的，打洞也是进不来的。但这菜园啊，它是有个门的，那个门下边还有周围都是有缝隙的。我前些日子就在菜园里边发现兔子的时候就追它，它们很容易的就从菜园的那个门里边，门的那个缝就钻出去了，所以真是防不胜防啊！看看这毛豆给咬的都成什么了，这基本上就完了，什么都不会有了。哎呀，感觉今年真是完全败在兔子手里了。再看看这种一丛毛豆都没有了，真是越看越伤心，越看越气人啊！这边不仔细看都找不到了，看看这些光秃秃的毛豆的杆子，这边也是，基本上全都是这个样子。看这个大门，这是菜园唯一的破绽了。如果我们把这个门关上的话呢，看看它下边原本是有一些缝隙的，我们后来都给它塞了木头啊，然后也塞了砖头和石头，但是总会有一些缝隙。像这个地方，我们晚上的时候会用一块木头稍微的挡一挡。但我发现呢，即便是像这种石头的小缝，有时候如果上边不再压一块石头，塞严一点，那兔子还是能钻进来的。这缩骨功啊，简直就是跟老鼠和猫一样，真是太厉害了。只要菜园里边有更好吃的东西，就比如像毛豆这种，他们就会想尽办法从这个地方钻进来的。你像其他地方呢，都是这种鸡笼网，这种网呢，网格特别的密，特别小，他们是不可能钻进来的。而且这种网不光是地面上面有，地面下边现在是被埋住看不见了，其实也是有大概1英尺宽的，是埋在地面下边的，所以兔子想打洞进来也是不可能的。看这菜园大门这个地方就是最明显的破绽了。刚才从里边看的时候不是很明显，觉得兔子进不来，但是这个角度呢就看得挺清楚了。这个缝隙兔子是一定能钻进来的，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必须再垫一块砖头或者石头把它挡住才可以。这片地最后也清理出来了，这些蚕豆的杆子都被打碎，打到土里边化成肥料了。等到它过几天干了之后呢，我再拿翻地机给它和土混合一下，那这片土地就可以留着秋天的时候再种点其他的蔬菜了。